只有赢了国会是不够的，必须要赢了总统，才是真的能够让台湾回到正轨。这联合国对这个否决权害到安理会已经没什么功能性的感觉了。结果我们可以发明一个比否决权更夸张的立谁一决制嘛。大法官已经完全对政治低头，说他没有专业的素养来解释宪法，所以才会解释的荒腔走板、乱七八糟。他也没有道德情操的高度来守护宪法，他基本上守护的是这个政权，就是先设违宪的建制，然后牵强附会，非常离谱的做这样的一个解释。所以这些大法官真的是该死啊！大法官要把委员会给架空，委员会不能质询，这个简直是可笑至极呀！然后还讲了一大堆委员会不能做什么，院会才能够做什么。他如此的介入立法院的运作，而且还用一个极其外行的方式来破坏立法院的运作。他今天何德何能当大法官啊？正因为他没资格当大法官，所以啊，上面赏赐的他不就跪下来接受皇恩了吗？这一跪就把所有的贞操、所有的原则全部通通给抛诸脑后了。所以我才说这些大法官们去吃屎。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周五的时候下午3点就释宪，大部分呢是违宪或者是部分合宪、部分违宪。不过所谓的部分合宪，其实合宪的部分我认为也是非常的少了，基本等于是全部主力都违宪了。大法官已经完全对政治低头了嘛。第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可能也暴露出他们根本就没有足够的专业素养可以担任宪法的解释或者是捍卫者，他也没有道德情操的高度来守护宪法，他基本上守护的是这个政权，他基本上是民进党叫他往东他就往东，换句话说就是先射箭才画靶，箭射在那儿就是民进党的指令已经下了，就是违宪，他们就是朝着违宪的方向，然后牵强附会做这样的一个解释。大法官已经完全沦为御用的政治工具。那其实在上一次朝小野大陈水扁的时候，就面对国会所通过的很多的决议法案，他们就胡乱的行使了所谓公民不服从权。他是政府啊，他哪有不服从权啊？但是当时的陈水扁就是带头耍赖了，即便你国会通过了，我行政部门不当回事，我就不执行，你能怎么样？那这就变成了一个民进党的习惯。所以你看这一次才会什么原住民的预算法律通过了，他也不认不编嘛，非常的胡搅蛮缠。那现在呢，又来到了国会的朝小野大的时期，民进党就再搬出这一本耍无赖的本事。既然大法官已经掌握在他的手里，他们也就是把它利用殆尽了，把整个民主宪政里头应该要独立超然的很多的机关，大概都被他们收购完毕了。不管是中选会也好啦， NCC 也好啊，通通都是一样的，都已经站队完毕。那么现在呢，连最崇高的皇后的贞操也被他们摸完了。但大家现在疑问的是，民党现在完全的不把宪法当一回事，那以后立法院不就等于是直接就残废了吗？这次让我感觉到最羞辱国家的是大法官变大立法官哦，就我们现在是一府5院，我现在感觉我们的结构不对了，我们是一府一庭，好，大法官宪法法庭，然后呢一院行政院，现在下面才是立法院，一府一庭，一院一院，是啊，完全改变这个结构了。不管是3权分立、5权分立，在民主宪政底下，司法权、立法权、行政权是各自独立，而且是各自平起平坐的。没有你司法权大于立法权，所以你今天司法权只有解释法律的权利，而没有对立法单位，就是对国会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然后教国会应该怎么样的立法才是对的。这个是完全就是非常的荒腔走板。其实变成说法官造法嘛，这联合国对这个否决权害到安理会已经没什么功能性的感觉了。结果我们可以发明一个比否决权更夸张的立谁一决制嘛。这一堂课就是告诉我们，只有赢了国会是不够的，必须要赢了总统，才是真的能够让台湾回到正轨。所有了解民主宪政运作的都知道，在国会就是应该以委员会为主，因为国会这么多人，你怎么可能把重要的讨论、重要的立法跟审查监督的过程放在院会呢？这简直就是开玩笑。可是这一次的大法官居然在很多的解释上面都说这是属于院会的职权，委员会没有这个职权，他乱解释，要架空国会里头的灵魂运作的核心委员会。你怎么可能有人是万能的呢？这么多的会，这么多的议题，怎么可能开得完呢？就是因为你要分开专责，然后把整个运作的核心放
放在委员会，举世皆然，各国民主都是如此运作，委员会不能质询，这个简直是可笑至极呀！然后还讲了一大堆委员会不能做什么，院会才能够做什么，他如此的介入立法院的运作，而且还用一个极其外行的方式来破坏立法院的运作，所以这些大法官真的是该死啊！他第4点他是说，宪法增修条文第3条第2项第1款之质询权是行政首长开会时到院备询义务，是行政院呢对立法院负责。宪法第57条规定停止适用，也就是取代宪法第57条。这里面的第1款就是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针、施政报告之责，立法院开会时有向行政院及行政各部会首长质询之权。这一点他承认。他这个条文里头哪里有写到院会，哪里有写到委员会？所以你这个法官真胡说八道嘛！他只有说行政院长跟各部会首长要向立法院提出他的施政报告，然后他必须到立法院来备询，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那现在立法院所做的有什么不对吗？他把这个备询解释成非质询权，为立法院仅享有询问权。他不知道是谁发明的，怎么会这么离谱？来这边备询，当然就是让立法委员质询啊！所以我们只能非常有礼貌的、卑微的，请问部长，然后部长爱答不答，随便他。我们是非常卑微，因为我们代表民意，我们是贱民，我们只能跪在下面，他们上面还威武嘞！你怎么可以没有水准到这种地步啊？我们都要听大法官的，委员会关门好了，何必这样子阉割呢？大法官会议解释，其实就是颁了一部葵花宝典给立法院，叫立法院自宫嘛。他说，调查权为宪法辅助之行使，必须要重大关联且必要。如果照这样的话，放在行政院下面的法务部也该废除了，因为调查权是监察院的院际的宪法机关的行使的权利啊。那还有什么查案？而且为什么立法委员不能够跟政府部门调阅文件？然后他说这个要院会决议才可以调阅。调查委员会无权自行决议调取。所以我今天我个别的一个郑丽文委员，我不能够跟政府部门要求调阅任何的文件吗？那我如何监督政府部门呢？我们不是阳光政府吗？我们不是反黑箱吗？我们是乌云政府。我们不是应该把所有的资料都在网络上面全部公开吗？这不是民进党标榜的吗？所以现在民进党要黑箱，一黑到底啊！不只是让老百姓看不到，连国会议员有民意基础的通通都不准看不准调阅耶，真的是非常夸张。但是最后我有一个疑问，民进党为什么会养出这样这么绿脑，就为政治权利而服务的这一些大法官？他今天何能当大法官啊？正因为他没资格当大法官，所以啊，上面赏赐的他不就跪下来接受皇恩了吗？这一跪就把所有的贞操、所有的原则全部通通给抛诸脑后了。他只有一个，就是上面讲的，他就照办，就是这么的低劣嘛。